院长，我可以冒昧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请说。病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要替他们出面？想不到马小姐非常谨慎啊。新闻从业人员这一点的敏感，应该是要有的吧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其实我跟病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这个人呢好打抱不平，所以医院里的医师啊都告诉我说你呀有的时候简直就热心过头了。看得出来，院长很关心病人权益。是啊，护士还常跟我开玩笑说：“院长啊，你干脆别当院长了，你去选议员，为民喉舌算了。”我们走吧。叶先生、叶太太，你们好。你好，开始。我听陈院长说，你差点被联大医院外科主任邱启成给害死，是不是这回事？是啊，好险哦。怎么说呢？叶先生，你放心，马小姐是我请来的，你尽管说吧啊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太太手术后一直发烧、肚子痛，每次我都找不到人。邱庆成医师每次派一个首席医生过来看，还说是个名医师，也不知道多有名，也不处理，只会说没关系，没问题。好不容易他出现，摆个假日书，已经打消炎针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我们多问几句话，就很不耐烦地说：“到底你们是医师，还是我是医师？”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们现在连主治医师都找不到了。也不是说找不到，人也是回来，就是他的态度很傲慢。你们在那住多久了？个把月，发现状况不对，转到普吉，还好转得快，不然的话，他的命都丢了。谢谢你，这样我了解了。马小姐，一切都拜托你了。他们受了很多委屈，总是要有人替他们说说话嘛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尽力。马小姐，谢谢你。院长，谢谢你。不要这么说，住院的费用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啊。谢谢院长。叶先生，叶太太住院花了不少钱吧？当然要花很多钱，病房要钱，加护病房里的所有医疗器材都要钱，我们吃饭也要钱，医师还要拿红包，当然我们要花很多钱。红包？你说医生要收红包？马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外科主任做手术，公定行情的红包是66000元。所以你说邱庆成收了你66000元的红包？对，我把红包摆在水果篮里，在手术的前一天就送到他的办公室去。小袁，把机器打开。好。叶先生，这对我们很重要，能不能请你详细说明一下红包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在手术的前几天，外科总医师来给我们家属暗示，手术之前脚不把红包送到他的办公室去，对我们的病人有很大的不利。所以，我们眷属为了顾及病人生命安全，所以不得不这么做。我现在有一台刀要开，没有办法跟你谈。你想谈的话，你先到那个后面咖啡厅等我，我一忙完就过去找你。我知道你很忙，不过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，我是来谈公事的。什么事？邱主任，叶先生、叶太太指控你医疗不当，造成叶太太腹膜炎以及败血症，差点死亡，你有什么说法？
你机器先关针对一掉好不好？些指控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在干什么，小马？邱主任，我先关掉好不好？我提醒你，我现在正在做采访。小马，你这样太过分了病人。手术后不断的发烧以及腹部疼痛，他们抱怨你置之不理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。那我再提醒你好了，那个病人叫叶晨莲妹，在25天前，你有替她做过手术。好，叶晨莲妹，我针对她发烧还有腹痛的情况，我开抗生素给她，这是一般性的处置行为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缺失。那家属指控你收了66000元的红包，你承不承认？胡说八道，他凭什么这样讲？干嘛跟家属对质呢？没有的事情对什么质？没有事情吗？你先把机器关掉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收66000小马，的红包？你先把机器关掉。我提醒我们正在做采访，你有没有收了66000的红包？他们把它放在水果盒里面，然后放在你的办公室里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66000元？是不是？你拿出证据来再来讲这个话好不好？家属都已经跟我们说过了，你不礼盒是不是有收到你办公室去？我说一下，其实你已经收到了，其实你已经收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。你们不能进来。你还跟我说一下。要拍。我到你办公室。这边手续区不能进来。对对，赵主任，这里有在跟你的病人吗？是啊。离开好吗？该讲的都讲。还是说，其实你已经收到了，其实你已经收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。你们不能进来。这把这个推进来，你看。指控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你在干什么，小马？邱主任，我先关掉好不好？我提醒你，我们现在正在做采访。病人手术后不断的发烧、腹部疼痛，他们指控你置之不理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。你不知道讲什么，那我提醒你好了，那个病人叫叶晨莲妹，25天前你替她做我手术，你有没有收了66000的红包？他们把它放在水果盒里面，然后放在你的办公室里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66000元？是不是？回去小心。赶快进去休息啊。石玉华，哪位？我是翠凤，思华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回家的路上。你不是很早就下班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去医院找你吃晚饭，结果你不在。哦，刚才已经跟朋友有约了。你下次如果要找我的话，可以先打给我。开玩笑的啦，我是去接爸爸下班，顺便看你在不在。你要不要过来啊？啊？现在啊？对啊，我突然好想吃海鲜哦，陪我一起去吃好不好？现在11点多，你要去哪里吃啊？基隆啊，淡水啊，东北海岸啊，有海边的地方应该就会有海鲜吧？哦，现在你明天不是休假吗？我明天去找你好不好？
顺便跟你讨论一些事情。好，那就明天。好，OK，拜拜。拜。夫妇指控联大外科代理主任邱信成收受了6万6千元的红包。根据病患家属的说法，邱主任收下他们的红包之后，并没有如预期的负起医疗责任。您是这样讲？妈妈，我在电视上看到爸爸被人家追。关掉好不好？你不是有6万6千的红包？关掉。其实我们在做采访，你不是有6万6千的红包？包好放在2盒里面，然后放进办公室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但面对警方，究竟是事后决定警方当大没有提出任何要害了，尽情能力展现。这起红包事件被受民众质疑，而邱建成医师也该出面说明，以对社会大众交代，应对整起社会事件。
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多多少少吃一点嘛。我想要辞职。为什么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就一定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？病人现在也好好的，不是吗？这不是重点。那什么才是重点？为什么当初明明是他们双手捧着红包过来求你的？难道那些没有送红包过来给你的家属，你就没有好好对待他们的家人了吗？我就不懂，当初他们送红包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想要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吧。所以现在他们没有获得好一点的照顾，就反过来想要报复你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反正现在就是等吧，看事情会怎么发展。对不起，吃不下，我想要去躺一下。你说的没有错啦，只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的待遇呢，比起私立医院来，不但工作量大，而且呢薪水更低。尤其我们医院的医生最优秀，所以工作也特别辛苦。那么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没有解决，动不动呢就拿医德、司法问题来扣帽子，来抓医生的收红包，把医生搞得很狼狈，而且像逃犯似的。这样子，我想也不是太公平啊，也不是病人的福。院长，您这样的说法，我想社会大众恐怕很难接受吧？你们医院的医师收入就算再低，在社会上也是属于高所得、高地位啊。要别人来体谅你们的工作处境，我想很难吧？我知道，可是作为一个医生呢，他的养成教育呢比别人长，也比别人辛苦。那么有那么多的医疗纠纷，工作压力很大，那这也是不争的事实，不是吗？哎呀，您告诉我，哪一个行业不辛苦呢？那问题是，媒体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，把医病关系弄得那么紧张，大家互相立场也互相的对立了，对大家都不好。徐院长，这些年我的健康多亏您照顾，我都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。不过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演变成社会事件，不是你我可以掌控的。也许我必须要把话再说得明白一点。现有情势就是如此，我也真的无可奈何。不过我要提醒您啊，您才刚新任院长，我真的不希望您受到伤害，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处理哦。很抱歉，我这一次啊，真的无法帮您。我懂了，我谢谢，再跟你联络。好，那我们再谈了啊，谢谢。事情变得那么严重，外面一大堆记者，我差点门都进不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看法？说出来听听看啦。这毕竟也是你们外科的事啊。其实从今天早上的状况来看 ，PTV 无非是想要引发民怨，然后制造一些新闻效应。
而且现在媒体这样开始围剿我们，很难不引发一些社会大众的关心。一下子我还真的不知道要想什么办法才好。不过院长，我担心的是这件事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社会的事件，到时候我们会更难掌握它。而且一旦这种社会的情绪被挑起来，或者是爆发的话，我怕到时候可能连事实的真相都会被扭曲。我担心医院跟我们的职业都会受到伤害。我刚才跟行政部门已经开过会了，这次我找你过来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侦调会，那么就由你来主持，要把事情真相嘛查个清楚。院长，我应该不太适合吧？不会啊，现在台面上呢，是你最适合了。所以你要花些时间呢，把邱庆成过去发生的事情呢查个清楚。医院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啊，我们最后还是有一个人出来，对社会大众有个交代。懂我意思吧？嗯。关医师，我们的时代到了，真的，在这个位置上面，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点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。那些理想，那些抱负，你通通可以实现。在忙吗？没有，进来啊。怎么了？看愁眉苦脸的。有点事想找你商量。什么事说啊？跟邱主任的事有关。院长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，然后要我负责。负责什么？调查真相。为什么找你？不过你应该很开心吧？你当初接副主任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不就是在担心哪一天邱主任做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事情的时候，还有人可以在这边制衡他吗？我发现我有点后悔，我一点都不想这么做。你不觉得人生很荒谬吗？才没多久，我跟邱主任的关系，就好像他跟唐主任中风之后的状态是一样的。我可以了解你的感受，你一定觉得你自己很像邱主任当初在对付唐教授那个样子吧？你觉得我真的应该调查真相吗？把整件事情揪出来，然后逼他下台，然后让他去坐牢，好让他一辈子不能当医生。不要想太多了，去做你认为你应该做的事就好了。不过，收红包这件事情，邱主任不是第一个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他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或者是他没有做什么，我觉得你应该都去问清楚，去问清楚吧。这件事情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
你不要生气哦。你问啊，可是我不保证我不生气。这件事情你有参与吗？你觉得我有吗？没有。那你还问？虽然一个人接任院长不久，但是建立一个以病人为导向的医院，一向是我一贯的理念，向来是我一贯的理念。我已经下令要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进行调查。我要求他们务必要还原真相，在很短时间内给社会大众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，这可以吧？不错啊，不过放轻松一点会更好。好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很多媒体在等你呢。好。睡醒了？要不要喝点咖啡？你怎么没去上班？我跟事务所请了假。刚去上班就跟人家请假。都是熟人啊，说一声就好了。小敏呢？我请妈妈去接她下课，现在应该在阿嬷家。她还好吗？很好，只是一直问你在哪里。你妈妈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早上，我应该会把辞呈递出去。你奋斗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来到今天这里，才刚要开始，难道就因为这些人对着媒体说了这一些话，你就要放弃了吗？你这一辈子救了这么多人，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要求他们送你红包，病人不给你红包，你不也一样替他们开刀吗？如果今天这些病人可以这么样理直气壮的来控诉你，那当初他们卑躬屈膝、哈腰鞠躬的来送你红包的时候，又是什么样的心态？对，今天当他们的特权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他们就来控诉你，因为你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，所以他们就要来报复。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在外科升迁的这么快，如果说不招惹谁，那还真是奇怪。树大招风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劲，这是一个斗争。暗地里有人就是想要把你整下来。对，你讲的都对，可是社会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人都想往上爬，只要你站得比别人高，就会有人想把你拉下来，不是你踩人，就是别人踩你。算了吧，辞了也好，辞了自由一点，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庆成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这么容易被击垮的人啊！你从来都不是这样轻易就放弃的人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，这次事情，我很难全身而退。你看，现在就已经把我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再搞下去的话，不知道会变出什么来。与
其被动的在那边被人家宰割，还不如由我自己来决定我下一步要怎么走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你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怀疑我吗？事情都摆在眼前了，你有什么好怀疑的？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，只有你不能不相信我，因为我们是家人，我们同在一条船上，我们是一家人啊。今天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，我都是为了小敏。我只希望小敏有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我这样做有错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怀疑你什么。我是你的妻子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小敏，你就更应该要坚持下去。我当然会坚持下去。离开医院算什么？我可以找个私人诊所去工作啊。我这种能力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人会用我。我说的不是钱的事情。我已经开始工作了，家里的开销根本就不是问题。问题是，如果你就这样辞职了，那就代表你默认了。那你要小敏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？你当然可以辞职，小敏也可以转学，可是不论到哪里，她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别人会怎么样说她的爸爸？你要小敏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？这位同事非常非常优秀，你要好好的跟他学习，知道吗？芳姐，来，小马，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。一芬姐你好，我叫黄美丽，今天第一天来报道。美丽是我们今年面试成绩的第1名哦，她很聪明，反应也很快，非常优秀。我在想，就把她放在你那一组，然后联大医院的那个 case， 让她跟你一起跑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谢谢一芬姐。好，那明天呢，你就开始带着她一起采访。哎，我听说联大医院最近要搞自清运动，是不是？你们想想看那个画面啊，一票收红包的医生站成一排喊自清，不搞则已，越搞只怕会有更多人跳出来指控吧。是啊，通常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做这个报道，等到新闻播出来啊，哇，投诉医生收贿的电话大概就接不完了。没错，没错。到时候我们再来设5条的爆料专线，然后再过滤一下，把所有针对联大医院的指控通通都挑出来，你们再追一下，一定可以追到更劲爆的。只要针对联大医院打嘛，这样的状况几乎所有教学院都会发生啊。所以常姐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广泛的报道，全面性的讨论？是没错啊，不过联大医院是龙头，追着他们打，观众才爱看。而且呢，一定要打出一朵花来才能收手。小马，打铁趁热，不能手软哦。我知道了。一芬姐，有事吗？这送你的。这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
我自己做的一点小东西，以后请多多照顾。不用这么客气，在这个圈子里面要积极一点。如果不懂的话就发问，我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谢谢一芬姐，这小熊花很漂亮。谢谢。我很喜欢做手工，我有时候啊可以做一整夜，然后却都不想睡觉。一芬姐，以后请多指教。请各位支持我们的秩序运动，加入我们的秩序运动。小兔兔说：“那我要变成一条鳟鱼。”爸爸说：“那我会变成捕鱼人，把你从水里面捞起来。”小兔兔说：“那我会变成一朵小花。”爸爸说：“那我要变成园丁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每天照顾你。”小兔兔说：“那我要变成一条帆船。”爸爸说：“那我会变成风，把你吹到你想要去的地方。”小兔兔说：“那我要变成一只小鸟。”爸爸说：“那我会变成树，当你累的时候，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休息。”小兔兔说：“那我要变成一个小男孩。”爸爸说：“那我会变成一个妈妈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可以拥抱你。”小兔兔说：“哇，这么累啊，那我不要离开家了。”爸爸说：“小兔兔，爸爸爱你，来，把这根红萝卜吃了吧。”爸爸，你为什么今天不用上班呢？因为爸爸今天休假。那你要放几天？爸爸会放好几天。那你放完假是不是又要去上班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天天都放假？因为每个人都要上班啊，就好像小米现在要赶快睡觉，然后明天要上学一样。我喜欢去上学。爸爸也喜欢上班。微笑在我脸上又被讲出来，那是第几次我说起你了。
什么事？你好，我是邱敬成医师的太太，我是来探望叶太太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不需要。叶先生，请你听我说，叶先生，我只是想要看看叶太太，对不起看完马上就会走，我们不会耽误真的不需要你们太久时间的。叶先生，邱太太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进去好不好？邱太太，看完就走。看完我马上就走。老班，她是邱庆成医师的太太，她来看你。叶太太，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先生和我都感到很遗憾，也很抱歉。希望你能早日康复。当初我们求你先生的时候是怎么求的？怎么现在才来看我们吗？叶先生，我们真的是很有诚意的。回去告诉你先生，如果他真的有诚意的话，请他直接在电视上承认他好报，公开为他对我们所做的道歉。这是我先生和我的一点心意。你们住院应该会有相当大的花费。谢谢，这个我们不需要。陈院长很照顾我们的，病人你也看到。现在请便。陈院长，哪一位陈院长？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。是挺换诊所的陈院长，要不是他帮我们出钱又出力，我们所受的委屈，大概只能摸着鼻子认了。你说的是陈婷陈院长吗？是，而且我想，他也不希望你在这里出现。你请便吧，回去转告邱医生，做医生的要有点良心，这是起码的事。怎么不按电铃啊？你要知道我要来吗？我想你应该不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看我吧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当然希望我自己朋友的身份来看你。记不记得，我以前常说要服从制度，尊重伦理，就算觉得体制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，想要改变它，也要找到对的方法。我曾经以为我找到对的方法了，我融入这个体制，服从制度的安排，然后我在想，有一天我可以有够大的权力来改造这个环境。但是显然我的方法有问题，要不然今天你也不会站在这里。可是学长，你不能拿这个当理由吧？就算你的想法再怎么样名正言顺，
违法的事还是不能做，不是吗？我今天来这边只是想要知道真相。如果你是对的，我一定会站在你的立场，全力支持你。你已经站在我的立场了，站在我曾经有过的立场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制度当中求生存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，做你应该做的事。学弟，搞懂了没有？一旦你决定跨过这扇门，你就等于顺从他们的安排，就跟以前的我一样，没有什么人可以挡得住我。现在挡在你面前的人，就只剩下我。我下台，你才有机会往上爬。你可以有更多的权利。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恭喜你啊，苏主任，你快爬上白色巨塔了。喂，您好，我想请问一下。陈宽陈医师家里的电话，我是他的病人，因为有点急事要找他，所以我知道，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诊所里面都没有人。我刚在门口遇到傅一华。他刚刚从这边离开。他来这里干嘛？医院方面组织了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，要苏一华来负责。徐大明真是一只老狐狸，这次我被他逮到了。那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要我说出真相，说他会秉公处理之类的，不重要。苏一华其实只是徐大明的一颗棋子，徐大明想利用他把我拉下来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哇，医院方面的反应竟然这么快，马上搞了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，而且马上跑到家里来了。显然这盘棋早就有人摆好了。我已经知道谁是幕后的操纵者。是陈婷。啊？病人是他收留的，记者是他找的，连新闻都是他发的，而且他们现在全家人通通都出国了。陈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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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婷！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陈婷！是为了陈宽升等的事情。天哪，这太荒谬了！这太荒谬了！竟然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情，啊！现在权力对我反扑了。陈婷，加上一个马一芬。没钱，这件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很多。
确定吗？您说在联大医院地下室1楼的水果摊？好，你给我他的店名。老农夫。好。啊，这么厉害啊！所以你是说，已经有所有的病人都向你透露说是那家水果摊吗？好，那我们半个小时后见。好，改天请你吃饭，拜拜。一芬姐，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？有啊。对不起，一芬姐，等一下的访问可不可以让我来？我知道你很有心想把它做好，但你现在才刚开始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但是能不能让我试一试？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你现在经验太少了。下次我再让你试一试，等到你经验多，我再让你多当一面，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哎，你们是？老板你好，我是 BTV 记者，毕信嘛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，就是有关昨天爆发贵医院医生收取红包的事情。老板，你有没有听说？就我不大知道啊，我都不大看电视的。这样子啊？我知道这家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这里的病人如果需要动手术的话，都会习惯性的塞点红包给医生。小姐，这个我不大知道，我只是在这卖水果卖花的，哎，这红包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有病人跟我透露说，来你们这边买水果是这里老板跟他们讲说哪个医生是哪个行情，哎，怎么会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是这里的老板吧？对呀，我是老板呐。所以你说联大医院是没有收取红包喽？小姐，这种事儿啊，你应该去问医生的。我只是在地下街卖水果卖花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对不起啊。老板，你多少都应该知道一点吧？你这边生意做了那么久，难道都没有任何人跟你打听过吗？没有啊，客人进来都是问哪位医生比较有名，哪一位医生的医术比较好，其他的都没有了。这样子啊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不客气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一芬姐，他刚刚明明就在说谎，你为什么不继续问他？他不想说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不想面对镜头，是因为怕他生意有麻烦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不是很想试试吗？你去，你一个人去的话，他就会跟你说了。真的吗？可是这个新闻很重要，我真的可以自己去吗？我跟小姚到楼上看有没有什么新闻，我们在车上碰面，加油！谢谢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有亲戚在楼上住院，我是来买水果的。哼，好，那你看你要哪一种吧？这个多少钱啊？那个1250。哦，那这个嘞？这个比较贵一点，1450。你要哪一种？送给外科主任的那一种要多少钱啊？哎呦，你怎么又问这个嘛？没有啦。老板，你就当做是我私底下来问问你就好了嘛。我们的姓名都跟我说了，要知道行情啊，来问水果行老板就知道了。还是我走错了，是巷口的那一家。哎呀，真是。好好好，你既然没带摄影机，我也不怕跟你说，我当然是什么都知道了。可是，
这样子背后说人家不大好嘞。不会啦，哪有那么严重？本来就是嘛，我跟人家无冤无仇的，我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啊？再说这些病人费尽心思到这个医院里来，还不是为的是要找一个医术比较好的医生动刀，这不塞红包，他们不安心的。是哈，我也听说这边医生动的刀都要等很久才排得到哎。就是嘛，就说那个上电视那个邱主任，他也是把我太太照顾得挺好的。真的？不过啊，我没送那么多了，3万6而已。我想自己人大概可以便宜一点吧。老板，你还自己打折啊？现在这件事情大家都在注意，家属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有什么真相不真相嘛？大家也不都是混口饭吃而已。再说，要是我跟你说了，我往后要不要在这里混？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嘛？不会啦。我们并没有想说要把那些收红包的医生拿来开刀，所以我们也不会透露是谁提供线索的，不用担心。不好啦，那个病患愿意给，医生收，那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？老板啊，那麻醉科主任他的价码大概是多少？差不多是这样吧？这个还要再多一点。所以是这样？差不多了。那还有呢？对不起，一芬姐，我什么都没问到，她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没关系，小我们走吧。好。进来。常姐，什么事啊？我有个有趣的资料，想要让你看一看。每一个人的价钱都有，而且不低嘛。美丽，表现得不错。谢谢常姐。小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想他应该不知道吧。我是私底下去问的。啊，常姐，我有个点子可以让那些红包教授们现身。说说看。我们在他们签名的画面上打上名字还有职称，然后我们报道他们兼具红包文化的决心，把他们捧得高高的，然后每个小时都当作头条新闻来播放。这样，等到那些病患家属受不了了，他们自然就会打电话到电视台来投诉啦。我懂了，你是要塑造他们神圣的形象，然后让病人家属来拆穿他们。没错。你呀，常姐，可不可以单独另外派一组人马给我？马一芬，她只有一个邱庆成，我可以给你整个联大医院。赖主任啊，摄影机还在转哦。你不敢签名，大家可是都看到了，可是会留证据的哎。签就签吧，也没什么。院长。啊，关主任，进来，来坐。来，喝个茶。谢谢。院长找我有事。昨天晚上到现在有没有见过邱主任？没有。电话联络也没有？也没有。院长有事吗？可以直说。是这样的，这件红包弊案呢，虽然是邱主任个人偶发的事件，可是目前呢事态越来越严重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做一些有效的处理，我担心这件事情会波及更大的层面，
对医院呢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有效的处理？您刚刚不是说要等到下礼拜3再做出决定吗？是了，在礼拜3之前呢，我们仍然必须要有一些动作，否则外面的压力呢，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到最后我们可能就很难处理了。我了解了。那么邱主任是我们医院的重要同仁，我真的不希望见到，在下礼拜3投票之后呢，强迫做出一些决定，让邱主任呢下不了台。大家都同时一场，如果把事情搞得那么难看的话，真的不好。院长，你是要我跟邱主任转达什么事吗？我是希望你劝邱主任主动的提出辞呈，这样对他个人还有整个医院来讲，都是比较好的做法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要邱主任辞去他所有的职务，包括主治大夫跟教职的部分吗？这当然也是不得已的决定。如果邱主任有需要的话，我个人倒是乐意在私人医院方面帮他介绍一些出路，以免去他一些后顾之忧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把院长的意思传达给他知道。院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请说。为什么是我呢？事实上，要找谁去游说邱庆成，我实在想了很久。后来我突然想起来，你担任麻醉科主任这个职位呢，当初就是邱庆成极力推荐的。我想他对你有相当的信任。这是我的直觉了。你会是传达这个讯息最适当的人。我明白，我会去跟邱主任谈这件事的。谢谢你，关主任。谢谢。在想什么？心不在焉。没什么。今天医院多了好多的记者啊，抓到人就乱采访，这样真的很不好。这件事情现在变得有点严重。这个事情只要一被确定，我想院长那边自然会有处分。或许这件事情爆发出来，可以让一些被需要整顿的地方好好调整一下，甚至可以把这个事情社会化，搞不好可以改掉这个医院的一些陋习，而且可以真正解决这些问题。这件事情不会变得你想的那样，因为你错过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人都有私心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整件事情都是自私的，没有人是真正在替这个环境着想。媒体的拼命报道，不是为了正义，只是为了要制造新闻。而那些想改革的人，却都不是在位置上的人。在位置上那些，只想着如何在这件事情中自保，同时利用这次的机会清除不属于自己的人。你真的以为这件事情过了之后，就没有人会再收红包吗？你也真的相信院长找你做这件事情，只是因为你够清白，可以处理这件事情？到头来，你也不过是成为一个工具而已。什么样的工具？徐大明铲除邱庆成的工具。不会吧，院长？你知道院长找我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院长要我劝邱庆成自动辞职。
懂吗？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逼退邱庆成而已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提出报告，不是吗？是，可是你的报告只是为了要应付医院里面的舆论而已。这整件事情是医院的一种生态，不只是邱庆成一个人的错。你不要以为只拿邱庆成一个人开刀，就好像可以维持正义了。那也不能姑息吧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为什么要改变呢？我没有改变，我只是不能认同这样的出发点。如果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要斗争，那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只会变成他们清除异己的共犯而已。邱庆成的人品怎么样，我们先不要管。重点是有多少人的技术可以像他一样，他可以救多少病人。如果你现在照院长的意思把他赶走了，你只是帮徐大明赶走了他管不了的邱庆成而已。所以呢？你为什么总是要帮邱庆成说话？你知道院内有医生收红包的事情吗？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哎。不知情。马小姐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有任何消息的话，欢迎到我们电视台说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谢谢。谢谢。邱太太，马小姐，你报道了这么精彩的题材，大概马上就要步步高升、平步青云了。是邱庆成叫你来的吗？邱庆成和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一定要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。如果你想吵架的话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时间奉陪。不过要是你想聊，旁边有个咖啡店，我们可以去聊一聊。我并不是来接受你采访的。没问题啊，后面是我要采访你。马小姐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是一个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。我希望你摸着良心问你自己，用这种恶毒的手段对付庆成，你觉得公平吗？邱太太，我有点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。如果说邱庆成医师对我的采访觉得不够客观的话，他大可再接受我的专访啊，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我随时候讲。这整间医院收红包的人不少，为什么一定要他当代罪羔羊来扛这个责任呢？现在这个状况不是我可以决定的，这整件事件是个社会事件，整个联大医院的医生都是公务人员，所以他们的道德操守是需要被大家考量的。这我知道，这整件事件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负责，而且不论是谁，这个人都必须背负起所有的错。但是马小姐，你的消息是从陈婷那里得来的吧？是陈婷的病人向我投诉。你知道陈婷为什么这么热心吗？因为她的儿子陈宽。陈宽是外科医生，上一次的升等会议，庆成没有去开会投票，所以他没有升上副教授。陈婷就恨，他恨庆成，一直在找机会要报复。可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！如果病人没有投诉的话，是不是陈婷就没有机会报复？难道这就是你要的吗？你自认为客观的新闻报道，其实也不过是别人复仇的工具罢了。你只不过是被别人利用来当成斗争的武器。难道这是你真正的目的吗？笑什么？每个人都希望利用我做些什么。不过我刚才在想，
你刚刚讲的那些话，你自己有想得到些什么？坦白的说，我希望你能够放过庆城。从很多角度来看，他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师。社会要养成这样的一个医师并不容易。他有很好的前途和将来，他还可以救活很多的病人。这间医院从过去到现在有太多收红包的例子了，有些甚至更恶劣。我不认为这场恩怨，甚至是这副十字架，一定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。你一定很爱你先生哦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换句话来说，你觉得邱清晨爱你吗？这个问题，也许你不应该问我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无论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孩子和我都会无怨无悔地爱着他，即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或者将来有一天他被整个世界都遗弃了，我还是一样爱他。不好意思，我需要手机。马小姐，算我拜托你。你认识庆城时间也不算短，他留在联大还可以继续救活很多病人，病人也需要他。这件事情能不能就到这里结束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之前所做的目的，纯粹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。可以去问邱庆晨。孩子的爸爸或许想看一下。怎么搞的？嗯？怎么了？你先，怎么搞的？嗯？干什么？
你们要去哪里？妈妈说你最近会很忙，会没有时间照顾我们，所以要带我去阿嬷家住。美倩，我想清楚了，很多事情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带小敏搬去妈妈家住，答应你的事情，我还是会做到。小敏，来，我们走了。爸爸，我会想念你的。哎，院长。哎，刚刚去开会，找我有事吗？哦，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希望院长能够同意保留邱信成的主治医生，还有他的教职工作。是邱金城拜托你来说情的，是吧？没有。那什么原因？一个好的医生需要一个能够提供他一展身手的舞台。一旦他离开这里，他就没有办法展现他的才华。我跟邱金城谈过，他在处理事情上面没有问题，一切都合乎程序。我知道，大部分医生的道德价值观也许有问题，可是他们还是尽心尽力的医治每一个病人。邱金城这次已经得到教训了，我相信他下一次一定不敢再犯这个错。所以我希望院长这一次能够给他一个机会。你说的是不错啦，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升了外科主任之后，你还把邱金城留在你下面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你很善良，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这么善良。这件事情让我再考虑考虑。谢谢院长。对了，上次要你帮我想的崔凤生日的舞会，你跟他沟通过没有？第一次来吧。真的。来，咖啡。谢谢。你这几天还好吧？还好，反正也不可能更坏了嘛。怎么样？最近医院很忙吗？那些记者每天都往医院跑，问东问西的，烦死了。记者就是这样嘛。其实，我今天来是要传达徐院长的意思。嗯。他怎么说？
他希望你主动辞职。不意外。可是我不明白哎，当初是他支持你当主任的，为什么现在不支持了？其实徐大明他一直把我当成斗争唐国泰的工具。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对他来讲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所以他就趁着这次机会把我拉下来，要我滚蛋。你看着好了，接下来他会让苏奕华坐上外科主任的位置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是苏奕华？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苏奕华是许大明的人马。你看这次征调会，谁都不找，偏偏找苏奕华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外科自清，其实这是一场权力交接。是这样吗？反正徐大明现在已经容不下我了，不管是明的暗的，他都直接冲着我来，我没有办法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是说，你一定要被踢出联大吗？我也不想啊。问题是你看看现在的我，我两手空空了，我手上一张牌都没有，我跟人家谈判的筹码都没有。哎，你知道徐大明有一个女儿吗？叫徐翠凤是吗？对，徐翠凤。怎么了吗？徐大明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他形象很好，你几乎没有办法挑剔他任何毛病。可是内科的人都知道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吧？徐大明他一直很积极在帮他女儿找一个对象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挑上苏奕华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啊，内科都是徐大明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他的天下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外科呢？如果我在外科的话，徐大明根本动不了外科，对不对？那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把苏奕华拱上外科主任的位置，然后再把女儿嫁给他。外科主任跟院长的女儿，多完美的权力平衡啊！怎么样？我们徐院长这招很高吧？关心？听起来不错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去告诉徐大明，我会辞职。一场战争打下来，总是有人要输。我一开始就站错边了，我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输。只是没有想到我会输这么惨。